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好的，讓我們直接切入正題。如果你每天早上升起的第一個念頭是“天哪，上班簡直跟上墳一樣”，覺得生活根本就是一場毫無意義、不斷瘋狂重複的迴圈，那麼你今天真的來對地方了。今天我們要來認識一位哲學界的最帥男神，也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卡繆。他可是有一套獨門秘方，能治癒我們現代人常得的無意義症候群。你準備好迎接這場關於推石頭的終極救贖了嗎？走吧，讓我們一起踏進卡繆的荒謬實驗室。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個非常殘酷的對比。卡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這本書裡提到，西西弗斯因為激怒了眾神，被判處了一項永恆的懲罰，那就是必須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最折磨人的是，每當他快推到山頂時，巨石就會因為自身的重量直接滾落下來，然後他就必須無止境的重來。聽起來超級慘，對吧？但你轉頭看看我們的現代懲罰，周一你把這周的專案巨石辛辛苦苦的推上山，好不容易撐到周三，總算有點進展了。結果周五，長官隨便一句話，啪，專案被砍掉，石頭直接滾回山腳。然後下周一鬧鐘一響，你又乖乖站在山腳下重新開始。古希臘眾神發明了無望的勞動，而我們現代人呢？我們竟然發明了內卷來自動化這個懲罰。我們不僅自己拼命推石頭，還會因為隔壁同事推得比你快而焦慮到不行。這到底是什麼荒謬的情況啦？那麼這場無限迴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就引出了卡繆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荒謬。很多人常常誤以為荒謬就是指生活本身沒什麼意義，或者說這個世界很混亂，但其實不是這樣的。荒謬其實是一個公式，它來自於一個非常劇烈的衝突。你看，我們人類天生就有一種渴望，總是想尋找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受苦？這麼努力到底是為了什麼？但這個宇宙呢，它就是冷冰冰的按照自己的規則運行，完全給不出任何確定的答案。所以啦，所謂的荒謬就誕生在我們絕望的追尋，跟宇宙那種完全已讀不回的冷漠，這兩者狠狠撞擊的瞬間。說真的，這種感覺你一定不陌生。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啊，周二的早晨，你站在擁擠到不行的捷運站裡，看着像潮水一樣的通勤族，每個人都面無表情地湧入車廂，嗶嗶嗶，車門關上。突然之間，就像大腦斷線一樣，你腦袋裡突然冒出了這句話：我到底在這裡幹嘛？那一刻，你跟這整個世界的慣性連結突然就斷裂了，日常生活的濾鏡瞬間掉下來，你感受到了一種非常尖銳的疏離感。朋友，如果這聽起來很熟悉，那恭喜你，那就是你與荒謬感初次見面的瞬間。當你清楚意識到這塊巨石注定會滾下來，其實你有3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肉體自殺，就是覺得太累了，乾脆毀滅肉體登出遊戲。但卡繆認為這太懦弱了，是最平庸的一種逃避，因為它只是消滅了提出問題的人，根本沒有解決荒謬本身。第二條，哲學自殺，這也是多數人的選擇，就是給生活找個虛假的意義掛鈎，像是盲目的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或是投奔某種美好的烏托邦。卡繆說，這其實是在欺騙自己，逃避當下。所以最關鍵的一點來了，卡繆給了我們第3個選項：反抗。這就是我們要為你安裝的英雄專屬外掛。意思就是，我承認石頭會滾下來，我也承認這一切可能根本沒有終極意義，但我既不逃避也不騙自己，我偏要帶着覺察，硬生生地活下去。那麼，我們進入第一部分，覺醒的西西弗斯。接下來，讓我們把視角切換到整個故事裡面最迷人的那個瞬間。卡繆說過，西西弗斯最讓他着迷的其實是下山的那個時刻。想象一下，當石頭轟隆隆地滾回山腳，西西弗斯轉身走下山的那幾分鐘，他的頭腦是完全清醒的。他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被懲罰，也知道這塊石頭等一下還是會再滾下來，但他依然抬起頭，邁開步伐走下去。當你接受了這個荒謬的迴圈，並且不再把希望寄託在那些虛假的救贖上時，一個奇蹟就發生了，命運再也不能掌控你了。因為你清醒地接納了這一切，甚至在其中找到了熱情。就在這一刻，你超越了懲罰，你把主動權狠狠地奪了回來，成為了那塊石頭真正的主人。现在我們直接來對比一下我們面對工作時常有的2種狀態。
在左邊的奴隸模式裡，你就是被動的在推石頭，心態永遠是哎，我不得不做，真的好痛苦。這時候，權力是掌握在老闆或者是社會命運的手裡，而你的幸福感完全取決於專案能不能成功，石頭能不能乖乖留在山頂。但你看看右邊的英雄模式，整個心態翻轉了，變成我知道這可能沒什麼意義，但我偏要活得超精彩。這時候，權力牢牢地掌握在你的意識當中，而你的幸福感不再去看那些無法控制的結果，而是取決於你推石頭的姿態。說真的，這絕對是一個超級巨大的心智升級。接下來進入我們今天非常實用的第2部《現代推石頭指南》2026年最新版。好的，前面的理論大家都懂了，但現實是，明天早上鬧鐘還是一樣會響，對吧？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把這種每天的上墳感轉化為熱血的英雄感呢？為了讓大家都能在現代職場的摧殘下存活，同時保持靈魂的完整，我們特別整理出了這3個優雅反抗的終極作弊代碼。這3步非常關鍵，我們現在就來一一拆解。首先是步驟1，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殺死希望。什麼意思呢？就是不要再希望你這份枯燥的工作明天會突然變出什麼神聖偉大的意義，也不要希望未來會有個救世主來解救你。相反地，你要做的是找回熱情。你知道嗎？卡繆本人非常熱愛陽光足球，還有談戀愛。他告訴我們，在推那些無聊專案的過程中，去用力感受當下最真實的感官體驗。也許是早晨那杯熱咖啡燙手的溫度，或者是午休時剛好灑在你辦公桌上的一抹陽光，甚至是跟隔壁同事偷偷開的一個惡毒玩笑。這種專注在當下、強烈的感官熱情，就是你對這個荒謬宇宙最有力的一記反擊。接着我們來到步驟2。既然人生根本就沒有一個單一的終極完美目標，那與其一直苦苦追求活得多有意義或質感，我們不如換個角度，追求活得多。這裡說的量化生命，不是叫你活得越聊越好，而是去盡可能的體驗生命。你可以把這個荒謬的世界當作是你專屬的大型實驗室，去嘗試各種不同的角色，去犯錯，去大膽冒險。你想想看，既然最終的結果都是石頭要滾下來，那你在推石頭的過程中，沿途看到的風景越多，體驗的滋味越豐富，你不就越划算嗎？然後是步驟3，不瞞你說，這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步，實施微笑反抗。當這個世界想用各種無效的冗長會議、令人窒息的週報，還有一大堆空虛感來壓垮你的時候，你要怎麼做？很簡單，給他一個最燦爛的微笑。當你在面對那些簡直有毒的任務時，你就在心裡告訴自己，哇塞，這塊石頭真的是超重，但我現在奮力推着它的樣子絕對是超級帥的啦。當你不再被這塊石頭的重量給恐嚇住，當你能在這荒謬的重壓之下依然擠出自信的笑容，你就已經徹底贏了。因為荒謬根本就無法摧毀你的靈魂。這就來到了卡繆那句最具震撼力的名言了，必須想象西西弗斯是快樂的。真正的尊嚴是來自於你選擇用什麼姿態去面對荒謬。當你對不合理的職場要求優雅地說不，當你對虛假的社交包裝說不，你其實就是在保護你靈魂深處那最後的一點火種。對手雖然設定了這場注定沒有終局的遊戲，但在氣勢上你已經把它狠狠踩在腳下了。沒錯，你是西西弗斯，但你是一個覺醒的、快樂的，而且正在霸氣反抗中的西西弗斯。說到這裡，我想請各位戰友們好好反思一下，如果5年後你現在的這份工作可能變得毫無意義，那麼在此刻，你打算用哪些微小的快樂或是獨特的姿態來調戲這份荒謬感呢？原旅遊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善夥伴，可以開始訂閱。